大家上午好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13分，这里是交易修行成长驿站。本频道所有言论都将构成您的投资建议。那好，我们继续回到比特币盘面，目前看的是Coinbase 第一组4小时线的 K 线图啊。比特币这两天稍稍回撤了一些啊，掉到了上升通道的上沿往下，中线还达不到，然后昨天又反弹了上来啊。我们看一下斐波那契，它反弹了多少？刚好反弹到0.382附近啊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下来的波动形态，有点像 ABC 的回调，但是也有可能是什么呢？一二三四五，有可能是这种，也有可能啊。也就是说，第一浪，第二浪，1、2、3、4、5，这个是第三浪的小浪，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啊。所以说，如果你在这个附近做了多单，那好，下方设止损，然后看多啊。然后你如果之前已经做了，要把止损位抬高，至少不要亏单啊。然后如果它要是继续上来，那我们就择机再次进场做多，下方设止损啊。再仔细看一下斐波那契，我们再看一下1小时线的 K 线图。1小时线它给了底背离啊，然后成交量呢不算大，所以上一期视频我也讲过，比特币走到考验耐性的时候，这种行情往往很难把控，所以尽量不要频繁操作，也就是我一直在重复的短的时间线的交易尽量不要做，很容易激发你的人性走向赌博的交易路线啊。15分钟线看起来也像 ABC 的回调，如果是 ABC 的回调的话，那有大概率可能还是继续向上，但是我们暂时观望一下。之前我在这个附近是做了一个多单，在观望当中，如果它要踩上来，那再次把止损位放在这个附近，然后继续向上，看它这个斐波那契走到哪儿，再看看这边的波动形态，来判断后市向上的概率高还是向下的概率高。但是整体来看，大的时间级别日线还是继续向上的概率高，只是这个调整
什么时候结束，回调幅度有多大的问题啊？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美金对人民币的汇率啊，又回来了啊，回到这个7.3附近。如果这次再冲上去，中期、短中期，无论是什么时间级别，继续向上是几乎是铁定的啊。还有，我们再看一下纳斯达克。它一直在这个线上来回摆动啊。明年的2025年的美联储大概率继续加息啊。继续加息的意思是什么？经济完全可以抵挡得住这种货币政策，还是能承受的啊。看主流的一些股票也是看得很清楚，所以说继续加息不等于资本市场现金流少了，所以大概率往下，这种是扯淡啊，没有这种简单的逻辑。去年我都一直强调，美联储加息是好事儿。如果美联储真要停止加息，甚至降息的话，证明这个经济真的有问题了。所以说，无论是美联储加息，美国的股票还是日本、欧洲主流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还是比较不错的啊。是有一些地缘政治、之前的疫情，还有这个俄乌战争，包括南北韩、韩国的这个政治一些骚乱，都不是大问题啊。所以不要被这种情绪信息煽动啊！资本市场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啊！过得好的人，没人希望去打砸抢战争，只有活不起的人，他希望有一个巨变，然后从中自己能够获利。所以说，不要被这些新闻媒体煽动。管好自己的钱袋子，运营好自己的账户，选择好自己的投资标的，管理好自己的头寸现金流啊。那好，这一节就分享到这，希望大家交易顺利，多多赚钱。我们下期再见。